这里是南京的明孝陵。明孝陵位于南京风景优美的中山风景名胜区里面。这里的石像路被誉为南京的最美600米，11月中下旬非常漂亮。明孝陵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和其皇后的合葬陵寝。因为皇后马氏也被称为孝慈高皇后，又因奉行孝治天下，故名孝陵。这里的占地面积达到了170多万平方米，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跟着我来参观一下明孝陵。整个明孝陵面积非常大，有很多的主体建筑和石刻。这是大金门，前面这个建筑被当地人叫做四方城。在北京的明13陵也有这样的建筑，叫做神宫圣德碑亭，是位于陵区神道前的一座碑亭。里面是明成祖朱棣为其父亲朱元璋所立的大明孝陵神宫圣德碑。这种造型我们小时候都叫王八驮石碑，因为很容易记住。实际上并不是乌龟，而是龙的第9个儿子。即使现在我也记不住这个名字。形象是龙首龟背，力气极大。石碑上刻有2000多个字，都是为朱元璋歌功颂德的。再往前走就是明孝陵的5号检票口，开始收费了。石像路，5号口一进来就是石像路，这里是南京秋天极好的赏秋胜地。这条几百米长的石像路神道最大的特点在于这些建筑石刻与地形地势完美结合。秋天这里各色的树种，红的、黄的、绿的，非常漂亮。神道由东向西北延伸，两旁依次排列着狮子、谢豸、骆驼、象、麒麟和马6种石兽。前面拐弯的地方是望柱，接下来这段也是神道，叫翁仲路，路两旁是文臣武将的石刻。和北京的13陵的神道不太一样，南京的明孝陵的神道在这里拐了个大弯儿，主要是当时选址的时候，这边有个梅花山，有孙权的墓，就特意保留了孙权墓，拐了个弯儿。神道前面看到的就是棂星门，过了棂星门便进入了陵园的主体部分。明朝一共有16个皇帝，其中13个皇帝都葬在了北京的明13陵，另外还有3个皇帝没有葬在明13陵。其中一位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因为最初是在南京建都的，到了明成祖朱棣才迁都北京的，所以朱元璋和他的皇后马氏都是葬在这个明孝陵的。这个就是明孝陵的地图，可以看到神道拐了个大弯儿。现在开始走的就是明孝陵的主体部分，首先经过金水桥。明孝陵的整个主体建筑和北京的明13陵基本都是一样的，因为明13陵基本都是参照这个明孝陵来建筑的，而且2个景区都是世界文化遗产。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北京的明13陵显得更加肃穆，而南京的明孝陵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中山风景区的旅游区来一起参观的。现在看到的是文武方门，也是孝陵的正门。正门上方悬挂着长方形的门额，文武方门。走过文武方门，前面是一个碑殿。最早这里是孝陵门，后来被毁掉，在清朝的时候又改建成这样。碑殿中有个石碑，上写着“治隆唐宋”，这是康熙题字的，意思是夸朱元璋治国方略超过了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赵匡胤。一个清朝的皇帝夸一个被灭掉的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什么原因呢？再往前看到的就是享殿，是供奉朱元璋和马皇后神位的地方。北京的明13陵这个享殿规模是比较大的，
而这个明孝陵的享殿远远望去非常的小，主要是最早的这个享殿毁于了战火，现在还能看到地基非常庞大。清朝同治年间重建的时候，因为经费不够，就只建了这么一个很小的享殿。现在里面就挂了个画像，房间内的布局也和最初的大相径庭了，改成了卖一些文创的小商品。享殿的后面看到的这个叫内红门，这个角度拍照非常漂亮。这个内红门也俗称阴阳门，看这里的银杏多美。这个内红门将陵寝分为前后两区，也建立了前朝后寝的陵墓布局。穿过内红门，远处就可以看到方城明楼了。方城是孝陵宝鼎前面的一座巨大建筑，都是由非常巨大的条石建成的，还是非常雄伟的。这个方城东西长有70多米，南北宽有30多米，城墙高有16米多。方城的下面中间是一个拱门，上面就是明楼了，可以看到黄色的琉璃瓦。这个方城明楼非常的宏伟壮观，感觉比北京的明13陵里面的几个要大一些。方城明楼周围的一些植物也非常的丰富，从空中拍摄尤其的漂亮。中间的圆形拱门里面是一个拱形隧道，有几十阶台阶，走到头就是宝鼎的南墙。方城的左右两侧可以登上明楼，左侧就是宝鼎的南墙，埋藏着朱元璋和皇后的棺椁。现在登上了方城明楼，这个明楼整个宽度有将近40米。明孝陵算是在中山的半山腰上，在这里也可以俯瞰一下。明楼的里面现在开放成了一个展厅，里面有一些关于明朝的开国历史，还有朱元璋和马皇后的一些故事。明孝陵是现存建筑规模最大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也开创了陵寝建筑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明清之后的陵寝制度都是沿袭了这个格局，所以明孝陵也堪称明清皇家第一陵。后面就是宝鼎了，没有开放。北京的明13陵有个优势，就是有地宫可以参观，而明孝陵的地宫到现在都没有被挖掘过，保存非常好。这个从单体建筑来说，比北京13陵感觉要大一点，这里的地宫也都完全没有动。所以这个明孝陵呢，就当做一个风景区来逛，还是挺美的。现在穿过的是内红门，这个地方拍照颜色非常丰富。这个颜色挺漂亮，对吧？这个蛮漂亮。明孝陵作为中山风景区的一部分，游览的时间至少要2-3个小时。前面就是石像生路。如果喜欢拍秋色，在石像路这边都至少可以停留2个小时了。先是光重路的山道啊，都是阳光无限。这一段路两旁基本都是松柏道。往回走的时候用运动相机拍了一下。这是光东路的时候。后面经过的是望柱，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景区的出入口，不过还是在石像路上走一走吧。石像再走回去，这是石马跪着的。现在经过的是石麒麟。
巷开始，这边的树的颜色就很漂亮。他哪里人？最美的石巷路这一段就在前面。石巷路这边的树种有3、4种，要抓紧了，这2场风估计要吹很多的。这是跪着的大象。对，漂亮。现在石巷路最漂亮的一段路都是在5号口进口，